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山西，像白起、廉颇、赵括、纸上谈兵、长平之战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。特别是长平之战，是2000多年前秦赵两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这里打了一场战役，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。最终的结果呢，是秦国打败了赵国，以秦国坑杀赵国兵卒41万结束了。那么在2000多年呢，很多人都在研究长平之战，非常多的人都认为这个是由于赵括纸上谈兵，最终导致的失败。那么是否真的如此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这里探索一下。同时还有一点呢，长平之战不单单是一场战役，它其实呢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，并且这个地方还有万人坑遗址，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到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埋葬了长平之战死亡的几十万人。长平之战纪念馆在这个里面呢，介绍了很多长平之战的故事，万人坑遗址呢也是在里面。中国古代史上经过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几百年兼并战争，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小。到战国时期呢，实力最强的7个诸侯分别是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秦，史称战国七雄。7国诸侯呢，掀起了各自的变法运动，他们之间呢也展开了频繁的战争，军事对峙，形势严峻。公元前342年，魏国被齐国大败之后，又遭秦军驻唱，结束了独霸中原的历史。这应该算是我们说的孙膑还有那个庞涓的时期，也是商鞅、未鞅变法的时候，因为实力变强了嘛，魏国呢就被从军遭受重创。从那个时期开始啊，魏国的实力啊就急剧衰落。秦国打败魏国之后，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，并占领了函谷关以东的韩国部分领土，向入主中原的愿望更迈进了一步。到了战国晚期啊，形成了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秦7国鼎立的局面。韩、魏、楚衰落之后，赵国呢是唯一能够与秦抗衡的一个强国。秦赵相争基本上是战国后期的一个主要特征，所以我们才会有长平之战。其实呢，也是两国利益之间的最终导致的。到了战国末期，为什么是秦赵两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呢？秦国大家都知道，经过商鞅变法之后，他的实力越来越强，基本上是排名第一。其他东方6国呢，单独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赵国啊，他也是经历了变法，特别是赵武灵王经过那个夫妇骑射啊，使得他的实力也很强大。赵国变法之后，成为当时战国中后期唯一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几个国家。当时赵武灵王还亲自去那个秦地啊考察秦国地形。当时韩魏两个国家基本上被秦国打趴之后，使秦国呢突破了东进中原的第一道屏障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赵国就成为肩负起阻挡秦军东进的重任。当时东方6国啊都谈秦色变，因为秦国那种变法呀，在东方6国是不受欢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秦国那个变法，它那个变得太彻底了，损害了很多以前贵族的利益。而东方6国呢，他们不可能就损害贵族的利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经常合起伙来阻挡秦国的那个攻击嘛。我们经常说合纵，然后呢，秦国呢使出什么呢？远交近攻等等，连横，这瓦解东方6国。我们继续说赵国的事情。当时在赵国啊，聚集了很多将军，特别有名的廉颇，包括一些文臣啊、蔺相如等一批忠勇人才。像赵国时期的4大名将白起、王翦、廉颇、李牧，最后2个人都是属于赵国的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时赵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赵国呢已经成为秦国必除的心腹大患了。秦国不断要东出，他就一定得面对赵国，于是呢
就与之形成了正面对抗。那这样实力强大的两个国家，最终都会有一战的。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秦赵两国一场非常规模大的歼灭战，也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、规模最大、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，非常惨烈啊！秦赵两国共有60多万人死亡，是全部参战士兵的3/4，特别是赵国战败，最后是40万人员被秦国的武安军白起下令坑杀。当时伤亡的士兵占到秦赵两国总人口的1/10，数据是非常可怕的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是在2000多年前，不像现在有飞机大炮，在那个时期基本上是用拿刀、拿弓箭这样肉搏的，想想画面都觉得恐怖啊！一般这么大规模的战役都是双方提前有准备的，而这个长平之战这么大的一场歼灭战却是偶然发生的，双方都没有准备。最开始的时候，秦国要攻打的不是赵国，是韩国，因为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说嘛，柿子要专挑软的捏。在战国末期，韩国呢已经变成实力最弱、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国家。那么秦国要东出，他就一定要解决韩国。刚刚我们说了，秦国是奉行远交近攻，而韩国呢，基本上就是被这个政策打击最严厉的一个国家，受伤最惨重的一个国家。在公元前262年，秦国呢东出函谷关，占领了韩国的野王，就是地图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河南这一带，也算是过了太行山了。由于当时韩国的势力相差秦国一大截，韩国的国王呢非常惊恐，非常害怕，马上呢派人到秦国求和，说愿意把上党地区献给秦国。上党就是我们现在山西晋城长治一带。我们来看看，说一说韩国为什么要把上党送给秦国呢？这是韩国的区域图，当时呢秦国已经占领了这一块，其实上党跟韩国已经隔着一个秦军了，他如果不送的话也没办法，就秦国随时可能拿走，所以呢他才说要把这个上党这一块送给秦国。结果这个时候出现了意外，韩国的国王愿意把上党割让给秦国，而当时的上党郡守却不愿意降秦，他就把上党郡的17座城池献给赵国。他想祸水那个东尹，把这个上党送给了赵国，就引秦国去打赵国。最终呢，他这个愿望是实现了。不过呢，他最终啊，他也是在长平之战，战死了。所以他这个人呢，想法是好的，祸水东尹之后，也消耗了秦国的实力。因为他当时如果不把那个秦国引到赵国去，秦国拿下了上党，可能很快呢会等整个韩国动手。赵国的国君知道这个事之后，他就和平原君商量。当时平阳君主张呢不接受，他认为这个上党本身是给秦国的，那个郡守反而给赵国，这是想嫁祸，让秦赵两国相争，他好中间得取利益。赵孝成王又想了一下，召见了平阳君。当时平阳就是说，我们发动100万大军作战，经过长年累月的攻打，也攻不下一座城池，如今呢没有受到什么损害，就能够得到17座城池，这是大利，不能失去这个机会。赵国的国王就说好，并且当时他也知道，如果接受秦赵两国一定会打仗，他就问谁能抵挡。平原就是说，廉颇勇猛善战，爱惜将士，如果说野战可能不如白起，但是守城呢绝对是可以的。上党郡我们拿过来，派廉颇去镇守，应该是没问题。于是呢，这个情况就彻底坐实了。赵孝成王呢就接受了上党的全部土地，同时派廉颇驻守长平，就是今天山西晋城的高平市，以防备秦军来攻。赵国接受上党，秦国呢
就很不满，于是呢决定出兵攻赵。这就是整个长平之战的背景，很偶然的发生啊。在这里还得解释一下，上党郡的17个城池送给赵国，赵国接收，并不是因为赵国的国君还有平原君他们贪婪，而是由于上党郡呢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缓冲地带，如果在秦国手上，他就能直接同上党进攻赵国；如果是在赵国手上呢，他能够起到一个缓冲作用，所以他才会接收。在他们考虑的肯定还是国家的利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秦国感觉是被耍了。在公元前261年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出兵了。他说：“既然你们不给我，我就主动去拿。”他们很快就占领了上党。不过呢，结果却有点意外，因为在封建社会呀，人口比土地更重要。你就算给你再多的城池，没有人口一样是没用的。当时上党的百姓那些基本上都迁移或者逃到赵国去了。这个时候，秦国非常生气，心里在想：这就是你赵国搞的鬼，我一定要找你的麻烦。于是呢，秦国就开始进攻长平，当时是廉颇守的。在当时都说廉颇善守，秦国的将军王和那个时候还不是白起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他很快呢就打败了廉颇。那这个时候老将廉颇呢没办法，他本身不善于进攻，善于防守，于是呢修建营盘，修建各种防御工事，坚守不出。反正当时的廉颇是屡次退让，屡次失败，屡次防守。当时的赵国国君对廉颇畏惧秦军，久拖不决，颇为不满，屡次呢派人责备廉颇。同时这个时候赵国的高层他们决定和秦国议和，可是呢这样却算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，因为当时东方六国要打败秦国，基本上是要合纵一起攻打。秦国单挑是谁都不怕，他就怕6个国家合起来。你这样赵国单独找秦国议和，会使得你整个东方其他5个国家认为你秦国和赵国已经搞到一起了，这样就使得赵国孤立起来了，没有人愿意去帮赵国，导致后面决战的话就是赵国和秦国单挑，这应该是战略失误。在当时廉颇坚守不出，秦国和赵国处在相持阶段，那么秦国也好，赵国也好，都想尽快的结束这场战役。秦国呢就想出了一个计策，叫做反间计。他就去赵国到处散播传言，说我秦国的将军啊，不怕廉颇，怕赵括。廉颇呢这个人已经老了，没什么本事，而赵国这些年轻的将领像赵括就比较厉害，我们呢就很怕他。其实作为秦国来讲，他们有白起的存在，赵国不管是哪个将军领兵他都不怕，他怕就怕在这个两方一直僵持，他的后勤耗不起，打仗就是打后勤嘛。秦国呢是远离本土作战，那么粮食的话运输和消耗它是长期相持，是扛不住的，所以说秦国就想快速的决战。廉颇这样长期坚守不出，对秦国的损耗还是非常大的，从而才使用了这个反间计，关键是还成功了。2个方面呢，一个是秦国这个反间计的作用，另外一点呢是由于廉颇的长期坚守，让赵国的上层看不到成绩，他们呢对廉颇不是满意，特别是赵国的国王，他呢觉得廉颇呢是畏战，没有打出赵国的威风。那在这种背景条件下，赵王呢还真的就召见了赵括，跟他一交谈，觉得他可能还可以。包括赵括当时自己呢也觉得说，我打秦国的将军应该是没问题，当然除了白起啊。在当时赵国的丞相蔺相如和赵括的母亲都反对由他带兵，因为没有经验嘛，只是说读了一些经书，但是赵国的国王没有听
最终呢，赵国的国王派赵括统帅20万援军来到长平，接替廉颇为主将。赵括来到之后，就改变了廉颇的方式，开始主动进攻秦军。那当时的秦昭襄王得知赵括代替了廉颇作为主将之后，为了彻底击败赵国，一战定乾坤，暗地里呢，他就调武安君白起为将军。白起来了之后，这场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了。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，白起呢让秦军佯装战败，诱敌深入，最终呢将赵军分割包围。当时的赵国高层听到赵括被包围之后，还派出援军和粮草，不过呢都被秦军阻挡住了。那在包围的第46天，赵国的军队已经没办法了，赵括于是下令轮番突围，结局大家都能知道了，失败。赵括本人呢也被乱箭射死，赵军投降。当时投降的差不多有40万人，这个是《史记》中记载的。这个时候，白起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人的决定，可能让所有人都没有料想到。白起下令将那些俘虏全部坑杀，很恐怖吧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地方呢，是当年的战场，也是当时白起下令坑杀赵国降卒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长平之战的尸骨坑遗址。由于当时长平之战范围比较大嘛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你如果在这个方圆几十公里，如果是全部去重新挖的话，可能还会发现，按照资料介绍，被坑杀的是40万，包括之前死亡的人数达到45万，差不多已经超过了赵国的1/10人口了。可能有些人会疑问，这些尸骨坑的遗址为什么会确定是长平之战赵军的那个尸骨坑呢？主要是专家在这些尸骨上面发现是有伤痕的，比方说剑砍的痕迹，或者弓箭那个射击的痕迹，然后又根据史料研究，最终呢确定这个地方是长平之战的遗址。还有一点呢是发现了赵国当时的一些钱币、刀币等等，最终这样才确定了。这个尸骨坑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发现的，在当时还有个故事啊，在95年，有一位70岁的老人姓李，他在果园里面劳作，当时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，都是果园。他在劳作的时候就挖到一些尸骨，那肯定会上报。后面文物专家来了之后，就在这里考古。在考古完成之后，专家呢肯定要撤走，那这些尸骨呢得需要有人看管。于是呢，这个姓李的大爷他就在这个万人坑遗址旁边建了一个小房子，日夜在这里守护，等于在这里居住，大概是8年的时间。正常来讲，我们看到这些尸骨、万人坑遗址或者听到都觉得害怕，而这位老人呢却在这里住了8年，是不是觉得毛骨悚然？是不是很恐怖？不过呢，反过来说，我们也确实向这位老大爷致敬，因为一般人绝对是做不到这样的。到了2003年，这一块呢就建起了展厅，相当于有了一个长平之战遗址以及万人坑遗址的介绍，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来的这个纪念馆。长平之战在当时只有240个年轻的士兵回去赵国，秦国最终获胜，赵国呢元气大伤，已经无力单独和秦国全方位的对抗。从此之后，秦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，东方6国已经完全不是秦国的对手了。我们再来说一说长平之战。刚才我们分析长平之战失败的原因，主要是由于赵国临时换将，让一个只善谈兵的人、没有带过兵的人去统帅几十万大军，结果呢可想而知。那么作为赵国的国王赵孝成王，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的首脑，他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秦国的反间计而让赵括去带兵打仗吗？其实还是有其他的原因的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原因。
刚才我们说了，秦国他怕相持，他如果跟廉颇长期相持是耗不起的。其实赵国跟秦国更耗不起。我们说赵国的实力可以跟秦国媲美，其实只是明面上的说法。真正来讲，赵国的国力还是比不上秦国的，国力跟秦国还是相差有一点的。你像秦国，它都耗不起，何况是赵国？由于处于相持阶段，粮食不够，赵王呢还向其他国家求援，但是没有答应，因为其他那些国家害怕秦国，只能以赵国一个国家的力量对抗秦国。当时是廉颇一直在坚守，如果长期这样下去，坚持不住的是赵国，而不是秦国，因为没有粮食。古代打仗，一个是将军要厉害，另外呢，一个是后勤，包括现代也是一样的。你如果士兵吃不起、吃不饱、没吃的，那打仗就不可能打得过去，甚至说这个军队都会崩溃。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、环境下，赵孝成王才决定了换一个将军以攻代守进行决战。决战还有机会，如果一直守，那肯定是没有机会的，赵国肯定会被拖垮。等于说是奋力一搏，赢了那就好，失败了那也是可以预料到。那有人会问，如果当时赵孝成王不派赵括，派其他人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？其实不然，因为秦国有白起，在早期的时候，秦国是另外一个将军都把廉颇打得节节败退，后面换上白起，赵国派任何一个将军都估计没有什么用，从而说赵国这场战役的失败，结局可能是意料之中的，失败基本上是必然。至于赵括这个人，可能也不像我们说的纸上谈兵，他当时是和秦军对攻，最终失败，被包围了，包围还坚守了46天，对手可是白起呀。从这里呢也能证明一点，赵括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力，只不过呢他是遇到了战神白起。在这里还有一点呢，赵括率领的士兵尽管失败了，最后投降，他们被坑杀了40来万。其实呢，秦国当时是胜利了，不过呢也是惨胜，他们大概死亡人数也达到了20万人。也就是说，赵括在和秦军对攻以及当时被包围防守的时候，也使得秦国的伤亡非常大。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，人们对赵括的能力还是有一点点争议的。到这里，长平之战的故事我们就差不多讲完了，也看到了万人坑遗址。在山西有好几处万人坑遗址这是我看到的第3处，这一块的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